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只要选择结婚，就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问题：夫妻俩究竟谁走得早？婚姻、缘分以及生死，这三点那是交织在一起的。婚姻走到尽头，缘分消失，那生死的结束就会降临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少来夫妻老来伴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最幸福的事情，无非就是夫妻相濡以沫，携手到老。然而，即使再恩爱的夫妻，早晚还是要面对一个人先走的现实。所谓缘起缘落，缘聚缘散。缘落、缘散，浅层的意思就是双方缘分消散，只能挥手再见，各走各路。深层的意思就是命数走到了尽头。对于老年夫妻而言，不管是谁先离开，留下的那位都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。所以有人说，老年夫妻谁先走，谁更有福气。在一段婚姻当中，夫妻俩到底谁走得早，冥冥中会有这三个预兆：一，越成功的人的另一半越走得早。纵观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越是成功的人，他们的另一半就越走得早。除非命格足够硬，不然都会身死道消。隋文帝杨坚跟妻子独孤皇后并称二圣，可独孤皇后比杨坚走得早。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宠爱妻子长孙皇后，可长孙皇后35岁就死了。明太祖朱元璋一生暴力，也就听原配妻子马皇后的话，但马皇后比他早走16年。明成祖朱棣跟徐皇后夫妻同心，君临天下，可徐皇后比朱棣早走17年。为什么越成功的人的另一半越会走得早呢？因为绝大多数的成功者都有天煞孤星的命格，如果枕边人的命格不够硬，基本是撑不住的。你可能会举例，都是并称二圣，为什么武则天比丈夫李治更长寿呢？武则天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，本来就比唐高宗李治更成功，那李治自然就早逝了。越是成功的人，越会夺走身边人的福气。等人之福气逐渐枯竭，但他们就离油尽灯枯不远了。二，被克的那一方终究会走得早。有的夫妻相互结合，可以起到1+1大于2的效果，双方联手，家庭的福气会往上涨，这两人也就命长福厚了。反之，有的夫妻相互结合，竟然起到了1+1小于0的效果，不仅闹矛盾，还相互克来克去，这两人肯定有一个会被克死。谈到夫妻相克，我们要搞清楚一点，有的夫妻是来携手一生的，有的夫妻是来相互伤害的。在今时今日，携手一生的夫妻偏少，而相互伤害的夫妻偏多。从新闻上我们会发现，如今夫妻相残的事例屡屡出现。这夫妻相残也是夫妻相克的体现。为什么非要相残呢？要么是钱财物质的原因，要么是互相看不顺眼的原因。既然看不顺眼，为什么这两人非要结婚呢？因为结婚前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性格和底细，所以他们糊里糊涂就结婚了。婚后相处一段时间，才发现夫妻相克，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基本不会命短，可能还会克死另一半。而占据劣势的那一方，别说享福了，也许在婚姻当中劳碌多年，只能落得无奈离去的下场，一无所得。三，婚姻中付出最多的人都没有什么福气。一段婚姻如何才能幸福呢？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，你为我付出多少，我也为你付出多少，双方同甘共苦，这婚姻才会幸福。而要人命的婚姻，莫过于单向付出的婚姻。你辛劳付出，而你的另一半不付出，
喜欢坐享其成，那你多半会成为婚姻中的牛马，只有苦的份，没有甜的份。王小波在《黄金时代》中写道：“后来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”婚姻中，如果女人的付出多过男人，那女人就不会被男人珍惜；反之，如果男人的付出多过女人，那男人也不会被女人珍惜。说到底，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只要碰到了坐享其成、坐吃山空的另一半，那他们就有可能命短福薄，活活被另一半耗死。婚姻的双方不要有强弱之分，势均力敌才是最好的，关系平衡才是长长久久的关键。婚姻既是天堂，也是地狱。对于懂得相处的夫妻来说，婚姻就是美好的天堂；而对于不懂相处还自相残杀的夫妻来说，婚姻就是昏暗的地狱。所谓岁寒知松柏，患难见真情。长寿幸福的夫妻多半能够做到携手同行，一同老去，而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选择相互伤害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特别是在当下以及未来，行情不容易，赚钱更艰难，生活以及婚姻对于夫妻们的考验才刚开始。今生相遇相爱，注定是前世的姻缘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两个人成为夫妻，佛学上讲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。种种愿力业力，经过几生几世之后，不管时空变幻，不论贫富俊丑，还是会发生。或是前世的誓愿，今生偿还；或是感恩报恩，甘愿侍奉。因为愿力，轮回中再次相遇，彼此的灵魂认出了对方，常常有一见钟情的冲动，因为觉得似曾相识。一切有为法，尽是因缘和合。在注定的因缘际遇里，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别无选择。所有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，都是因缘具足。前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今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天的恩赐。人因缘而聚，因情而暖，因惜而爱。想一想，是谁看穿你微笑后的忧伤？是谁记得你当年最深情的面孔？是谁懂得你坚持挺拔背后的坚韧？是谁明白你发怒底下的爱意？相遇时多珍惜，相别时请善待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